第201章恶灵的共同点。过了一阵，伦纳德清了清喉咙，不自觉带上了笑容，压低嗓音道：“老头，克莱恩这个提议似乎还不错，很有可行性，效果应该也还可以。要不要考虑一下？你不是说过，在复仇这件事情上会尽量帮助我吗？”哈哈，我还以为食之虫只能单纯作为分身，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他下意识扯了一堆。而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始终沉默，好久之后才轻叹一声道：“我现在最多能给你2条食之虫。”不等伦纳德开口，他又补了2句：“像一位只长着0分级封印物的半神复仇，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层次和实力，要不然就算有高级符咒，你也没有机会使用。”伦纳德收敛起笑容，郑重点头道：“我一直在努力消化，如果消化完成时还没攒够贡献，我会自己搜集灵屋所需非凡材料的。”对于食之虫只得2条这件事情，他没有一点失望，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额外的收获，能有1条就算赚到，2条正好他和克莱恩平分，一人1张窃运者符咒。表明了态度后，他颇为好奇的问道：“老头，你说克莱恩会不会已经把之前那条食之虫做成符咒了？”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为了查明埃姆林怀特究竟在为谁服务，老头有在火种手套里寄生1条食之虫，可后续却失去了联系，一点作用都没有。如今再审视这件事情，仅从埃姆林怀特和夏洛克莫里亚蒂关系密切这点，他就能较为轻松地得出真相，明白那条食之虫是被那个隐秘组织的高层，甚至他们信奉的愚者本身清除，并且有不小的概率赐给了克莱恩，要不然这位前同事不太可能知晓食之虫的存在。帕列斯·索罗亚斯德顿时喝了一声，如果不是已经用过，见证了效果，他怎么会主动提这件事情？希望得到更多。好了，我要开始分离食之虫了，这会让我沉睡至少2周。你有什么问题，自己找人解答。说完，不给伦纳德现在就提问的机会。他发散灵性，制造出一个光团，高悬于伦纳德的脑海内，摆出一副不想说话的姿态。伦纳德条件反射般干笑了一声，重新将注意力放回了克莱恩·莫雷蒂寄来的信上，仔仔细细的重复阅读。恶灵附身，恶灵的来历和主要目的。我对恶灵缺乏足够的了解，根本没有思路啊。想了几分钟，伦纳德拿出1盒火柴，烧掉了信纸，然后离开本地职业者临时分配给他的休息室，来到斜对面，屈指敲响了房门。没过多久，还未卸掉蓝色眼影和对应腮红的戴利西蒙尼打开了门，挑了下眉毛道：“什么时候不眠者有勇气再让人联想到床的时间敲女士的房门了？可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伦纳德哪敢接戴利的话，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戴利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呵呵笑道：“我并不负责引导心理上的未成年者长大。”他边说边让开了位置，让伦纳德进入房间。不敢乱瞧，随意拉了张圆凳坐下。伦纳德直奔主题道：“女士，我想更多的了解恶灵。你是死神途径的序列5，权限也比我高，应该知道不少。你问这个做什么？”戴利双手向后撑住桌缘道。没等伦纳德回答，他自顾自说道：“大部分恶灵是高序列强者死亡后的产物，也有少量是借助种种机会突破了自身限制的怨魂。第一种情况较为常见，高序列强者服食魔药获得神性后，精神体其实已经发生异变，根本性的异变，这就导致他们哪怕已经死亡，力量散去，精神体也会有所残留，具备不少神异，相当可怕。第二种情况的本质和这没有区别。正常来说，恶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弱化，直至完全消逝，但他们能同化自己诞生的那片区域，让灵界甚至冥界与此交融，从中汲取力量，维持存在。所以，许多恶灵都有自己的领地和活动范围，不是他们不想离开，而是不能，除非积攒到足够的力量，让存在形式有了本质的改变。伦纳德习惯性将右脚搁到了左腿上，若有所思地追问道：“恶灵是否可以通过附身一个人离开自己的领地？”“可以，但普通人和大部分非凡者根本承受不住恶灵的榨取，会快速的失去灵性和体温，支撑不了太久。”戴利说着说着，抬手指了下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借助死神途径的非凡者，当然，至少序列5，因为从看门人开始，我们体内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亡灵监狱，也可以叫小型冥界。它能为恶灵提供良好的存在环境。等你成为了灵巫，
也会有类似的能力，只是这更接近封印安眠地而非自我冥界。呵呵，那些自然灵怨魂进进出出真的很麻烦。因斯赞格威尔的序列物就是看门人，难怪那恶灵会长期附身他，或者这是他尝试奴役恶灵失败的结果。伦纳德思绪猛然开朗，只觉事情的前后一下联系了起来。他斟酌了几秒，再次问道：一个恶灵会有什么追求？追求？唱歌、跳舞、写诗、男人、女人、星辰大海？戴笠好笑的反问道。伦纳德这才发现自己用词有点问题，尴尬的揉了揉头发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恶灵会渴望去做什么事情？这主要看他们生前渴望做什么。一般来说，残留的精神会继承原本的偏执，并且没有理性去平衡。如果是你，可能那个恶灵会一直尝试写诗，囚禁一群人旁观，寻求认同，或者非常高调的做事，就像戏剧的主角戴笠随口开了句玩笑后道。不过，无论生前是什么样子，只要成为了恶灵，都会同样渴望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伦纳德精神一振，戴笠瞥了他一眼道：一是吸食活物的灵魂，这能让他们感觉愉悦，源于维持自身存在这个本能的愉悦，并且大量的灵魂可以让他们有限度的摆脱领地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代替灵界或冥界提供力量。二是寻觅生前途径的非凡材料，以此作为自身存在的另一重基石。这到了一定程度，恶灵将无需再汲取灵界或冥界的力量，不再受领地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相当于转化为了特殊的灵界生物。伦纳德隐约把握到了点什么，想了想道：也就是说，恶灵可以服食序列魔药？不，序列魔药是针对人类创造的，可以有效降低失控的风险。对很多超凡生物来说，其实没有必要，他们可以直接生吃材料，尤其恶灵，偏执、残忍、凶恶、嗜好灵魂，本身就等于半疯，不需要其他来调和，而且他们属于灵体，服食的方式是直接包容。一点点消化，戴笠纠正了伦纳德的说法。这对附身因斯赞格威尔的恶灵来说，他会在每次占据优势时，操纵身体去搜集生前途径的非凡材料。伦纳德先是一怔，旋即有了灵感，略含惊喜的开口道：我明白了，感谢你的解答。说完，他犹豫了几秒，斟酌着说道：于是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追查因斯赞格威尔与灵教团半神见面的目的，还要反向找出他从贝克兰德一路到东拜朗的行踪，弄清楚他途中究竟做过什么事情，有搜集什么物品，这也许能带来有效的线索。戴笠豁然沉默，良久后挑了下眉毛道：说的不错，可这和恶灵有什么联系？没什么联系，只是我想着既然要追查灵教团，或许会碰到恶灵，所以提前问一问，以做些准备。后面是我打算休息之后提出的建议，想提前与你交流一下。伦纳的思绪电转，语速放缓，当场编了个解释。戴笠安静听完，呵呵笑了一声。如果你在面对其他女孩时，能像现在这样努力编故事，以你的长相，你早就不是单身了。可惜，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少女。好了，不用解释，出去吧。伦纳德讪讪站起，没再刻意强调什么，向着门口走了过去。就在他刚探掌握住把手时，背后忽然响起了戴笠略显飘渺的嗓音：我不知道你藏着什么秘密，也不清楚你掌握着什么，这并不重要，但在因斯赞格威尔的事情上，有任何需要帮忙和配合的地方，都可以找我。伦纳德停顿了2秒，嘴巴翕动了几下，猛然拉开房门，走了出去。白银城，戴里克伯格收到了加入一个探索小队的命令，率队者是首席科林伊利亚特，目的地是诺斯城，那个有变形者等可怕怪物生存的北方城邦遗迹。第202章1+1大于2。自从将疑似鬼术邪怪的变形者的资料交给世界先生后，戴里克一直想着对方也许什么时候就会给出拿到相应材料的委托，可他实力不够，就算加上朋友们也完成不了狩猎，而且类似的探索必然是由6人议事团组织，私人队伍是无法离开白银城那么远的，只好暂时将此事压在了心底，时不时拿出来鞭策自己要尽快提升。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才过去没多久，前往诺斯城的探索小队就组织了起来，率队者还是首席科林伊利亚特。结合之前塔罗会上与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交流的内容，戴里克很快有了个猜测。在探索前任首席陵寝的过程中，愚者先生向现任首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让他挫败了堕落造物主的阴谋，顺利解决了事情，
于是这位猎魔者从自己打探的内容出发，希望猎取到一个变形者，以取悦神灵。这是不可避免的讨好，也是一种平衡。倒吊人的话语豁然回荡在了戴里克的脑海，让他不再疑惑，抓住出门前的时光，向愚者先生祈求，请他转告世界先生将有这么一场探索。他迅速获得了回应，听见世界先生说，如果狩猎鬼术邪怪困难危险，可以适当降低要求，试着获取他的血液。只要你能拿到，我将用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交换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世界先生已经有了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或者说他锁定了目标，很快就能拿到。单纯只是获取血液，以首席的实力加上探索小队的配合，希望很大。戴里克心头一松，提上雷神的怒吼，走出家门，直奔训练场。刚抵达目的地，他就看见了首席克林伊利亚特的身影。他背负2把直剑，高大沉稳，让人仅是看到就觉得安心。而这位猎魔者的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穿黑底紫纹长袍，留银灰微卷长发的牧羊人洛威亚。似乎也要参与这次行动的洛威亚转过头来，一双淡灰色的眼眸映出了戴里克伯格的身影，却没有一点情绪的波动。戴里克莫名心惊，脚步都不由自主放缓了少许。东拜朗，挥舞之上。克莱恩对白银城那位首席主动组织队伍探索诺斯城的行为深表赞赏，并告知小太阳，不需要冒险猎杀，只要能获得目标少许血液，就算完成任务。到时候他可以把血液涂在格罗塞尔游记表面，带齐所有装备，在自己的主场单挑鬼术邪怪，拿到所需非凡材料。至于格罗塞尔游记将人吞入书中世界的能力是否会被神奇之地的特殊隔绝的问题，克莱恩也有考虑过，并想好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将格罗塞尔游记赐予小太阳，等达成了目的，再让他献祭回来。另外，他并不担心鬼术邪怪也是类灵界生物，根本没有血液，因为鬼法师魔药配方上写得很清楚，辅助材料，鬼术邪怪的血液200毫升，办法总比困难多。克莱恩满意的低语一句，返回了现实世界。临睡之前，他收到了伦纳德·米切尔的回信，上面提及10只虫得隔1天才有，并详细的描述了恶灵这种怪物，得隔1天才能提供，而且只有2条。伦纳德体内那位老爷爷的状态真的很不好啊，无法离开领地，有被限制的活动范围，共性是嗜好吞噬活物的灵魂，渴求生前途径的非凡材料。也就是说，那个恶灵会在占据优势的阶段，利用因斯赞格威尔的身体搜集相应材料和非凡特性。这确实是一个调查方向。克莱恩双手拿着信件，边阅读边思考。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在狂暴海中城岛遇见因斯赞格威尔时，对方正被一位猎人途径的强力半神追逐。这会不会就是那个恶灵弄出来的？做了一些针对因蒂斯共和国的事情，结果不知出了什么纰漏，暴露了行藏，被对方派出强者追捕。现在看来，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可能。那个恶灵渴求着猎人途径的非凡特性，在他能掌控身体的阶段，有主动去猎杀同途径的非凡者，这或许成功了，也或许失败了。总之，结局是被某位猎人途径的强力半神盯上，凭借狩猎的直觉一路追逐。克莱恩越想越觉得后面那个猜测接近真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执掌着008的因斯赞格威尔为什么会被发现。这个时候，密欧恩佐和路德维尔各自蹲了下来，按捏捶打起克莱恩的双腿。可以初步猜测是猎人途径的恶灵，等会回信让伦纳德引导红手套往这个方向调查。这家伙演技不是太好，也没有心理学积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不露痕迹。或许他会将这推到不存在的线人身上。猎人途径的恶灵，猎人途径的恶灵。克莱恩瞳孔一张，陡然坐直，让2个密友显得不知所措。他知道的见过的恶灵不多，只有一个，而那个正好也是猎人途径的。那是以红天使梅迪奇为主体，融合了索伦、艾因霍恩家族2个序列一天使残余精神的恶灵。在猎人途径，再没有比这位格更高的恶灵了，除非血皇帝亚历斯塔图铎还有精神残留。之前因斯赞格威尔在贝克兰德，那个不知道该不该叫梅迪奇的恶灵也在贝克兰德。后来那个恶灵逃脱了封印，不知去了哪里，而因斯赞格威尔惨遭恶灵附身。两边都是猎人途径的恶灵，这附身因斯赞格威尔的会不会就是那红天使恶灵？克莱恩眉头一点点皱起，
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又觉得很有可能。思绪电转间，他又找到了一个侧面的印证。008的特点是，你知道了他，他也就知道了你。而作为从第2集存活下来的天使之王，红天使梅迪奇大概率是清楚008各种资料的。换句话说就是，只要那恶灵尝试回想008相关，就能被008知道，建立起联系。对了，还有那句合作愉快，不会真是吧？可问题在于，我之前猜那个恶灵应该有一份序列仪特性，不需要在外求啊，难道他还消化不了？克莱恩头疼的揉了揉额角，站起身来，进入盥洗室，逆走4步，来到了灰雾之上。他刚有坐下，就以具现出纸笔，书写起占卜语句。附身因斯赞格威尔的是亚历斯塔图铎那个地下遗迹内封印的恶灵，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审视了好几秒。克莱恩取下左腕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用灵摆法做起占卜。这一次，他睁眼看见的画面是黄水晶吊坠一动不动，这意味着占卜失败，位格太高，而且还有0到8分存在。对了，那个恶灵还携带着一张反占卜反预言的红祭司牌，三者结合，难怪我会失败。这也算侧面做了一定的确认。克莱恩分析了下原因，考虑着还能从哪些方面去验证。他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无声自语道：除了让伦纳德那边引导红手套调查，我也得做点什么。先假设附身因斯赞格威尔的确实是那个红天使恶灵，他会在能控制身体时去哪里寻求猎人途径的非凡材料呢？英蒂斯首都特里尔，福萨克首都圣密龙，或者单纯依靠亵渎之牌的开启和封印，利用非凡特性聚合定律吸引扑火的飞蛾等等。他自己提过，梅迪奇家族的后裔在班西港，虽然那里已经被摧毁，但也许还埋藏着什么。还有那个糅合了3大天使残留精神的恶灵有很强的挑衅本能，这符合伦纳德刚才那封信里对恶灵的描述，他也许会故意在班西遗留点什么。想到这里，克莱恩立刻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影，让他请倒吊人再去一趟班西，做更细致的调查。完成这件事情后，克莱恩开始考虑，一旦确认了因斯赞格威尔体内的就是红天使恶灵，是否可以从非凡特性聚合定律出发，利用相应的材料诱使因斯赞格威尔自入陷阱。猎人途径，猎人途径。思绪纷呈间，克莱恩忽然想到了正在西拜朗游荡的2位猎人，他微皱起眉头，本能分析了一下。虽然东拜朗和西拜朗都幅员辽阔，从因斯赞格威尔上次出现的城市到西拜朗的北方邦距离非常遥远，没有传送能力，即使是半神，恐怕也得花费10天半个月。达尼兹和安德森理论上不会因聚合定律突然遇到红天使恶灵。另外，以他们的序列来说，还是太低了，但也不能说一定。西拜朗、北方邦、库克瓦城。达尼兹瞄了眼身边的安德森，脱口问道：我要做调查了，你为什么还跟着我？正常来说，你不是应该在贝伦斯港就直接返回迷雾海吗？第203章会合。正在享用奶酪木薯面包的安德森抬头看了达尼兹一眼，状似思索的颔首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想离开西拜朗，哈哈，既然都来到了这里，作为一名宝藏猎人，怎么能毫无收获就回去？那广袤的丛林里，各种废弃的神庙内，有的是黄金、珠宝、古董和也许神奇的物品，正等待着我们去拯救。达尼兹撇了下嘴巴，咕噜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瓜达尔。这是一种用西拜朗特产浆果制作的饮料，色泽橙黄，酸中带甜，消暑解渴，并含有一定的咖啡因，能让人对抗疲惫，变得清醒。放好杯子，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巴，达尼兹才喝了一声道：总觉得你有什么阴谋，我也希望是这样。安德森一点也不介意的笑道，他用来配早餐的是咖啡。在东西拜朗有多处优质的咖啡产地，名气只比费内波特的高原咖啡、南大陆的高地咖啡和星星高原附近帕斯河谷的费尔莫咖啡差一点。不等达尼兹再言，安德森笑着说道：其实这不是很好吗？我免费提供保护，而你做我的翻译，大家都能得到好处，想到自己还只是一个序列期，且被一个又一个势力通缉。达尼兹竟莫名觉得安德森的话语有点道理，他轻咳了一声道：但在某些时候，我会让你回避，如果你说请的话，我没有问题。安德森一派放松的说道。达尼兹旋即披上斗篷，走向旅馆大门，准备开始今天的调查。途中，他忽然脱口而出道：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时常梦见一个天使降临，用羽翼将自己层层包裹。不仅是做梦，清醒的时候也偶尔会产生同样的幻觉。安德森瞄了眼达尼兹戴着的拳套，沉吟了几秒，露出笑容道：“你是不是信仰了什么隐秘存在，或者接触过什么古代事物？”达尼兹表情一僵，强行挤出笑容道：“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早就猜到原因了。”说话间，他与旅馆大门处进来的3位男子擦肩而过，走了出去。安德森习惯性打量路人，确认环境，所以随意瞄了那3位男子一眼，发现是一主二仆，主人身材高大，肤色偏棕，五官柔和，似乎是拜朗人与鲁温人的混血，穿着打扮也更偏北大陆风格，丝绸礼帽，黑色正装配镶金手杖。2个仆人，一个是标准的本地人，似乎来自种植园，帮主人拿着备用的手杖和皮质行李箱；一个也是混血，脸庞多肉，衣物宽松，腰间挎着一把刺剑，仿佛还担当着保镖。安德森不甚在意的收回视线，跟着达尼兹来到了街上。他饶有兴致的指了指或马拉或人台，造型各有不同的官就道：“要不要试试这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之后，你会觉得死亡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推开盖子，重新站起来。”达尼兹斜眼看了看那些奇异的交通工具，毫不犹豫摇头道：“作为一名海盗，或多或少都要信仰风暴之主，避讳一些事情，其中就有远离棺材。我就不同，没什么忌讳。”安德森随意拿了几枚德利西出来，从沿街叫卖的报童手上买了几份报纸。不得不说，在报童制度上，南大陆各大城市不比北大陆差，毕竟人工更便宜，需要补贴家庭的孩童也更多。达尼兹边往街口走，寻找针对外国人的马车，边从安德森那里拿过一份报纸，快速翻看了一下。突然，他留意到了一则新闻：著名海盗，自称地狱上将的路德维尔被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击杀，他的黑色郁金香号和整支船队都被自称死神使者的米雷拉接手。达尼兹的嘴巴一点点张开，半天没有合拢。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格尔曼斯帕罗要让自己小心灵教团的人。这疯子竟然干掉了7大海盗将军之首的路德维尔。过了10来秒，达尼兹表情呆滞的将那份报纸递给了旁边的安德森。你看这个。安德森带着笑容接过报纸，速度极快的浏览了一遍。短暂的沉默后，他吹了声口哨，嘿嘿笑道：“那家伙应该有个新绰号了，海盗将军克星。”达尼兹不敢点头，转而感慨道：“我最早遇见他的时候，虽然已经觉得他很可怕，但完全没想过他会可怕到这种程度。”这一刻，他回忆起了当初试图招募格尔曼斯帕罗做黄金梦想号水手的事情，而他们刚才离开的那个旅馆内，克莱恩已入住豪华房，站至窗口，俯视着2个走路不认真的猎人，摩挲了下袖口的钉子。他摊开信纸，提笔写道：“我初步怀疑附身银斯赞格威尔的是猎人途径的恶灵，你们可以多往这个方向调查。”随信寄来的是一份安魂师的非凡特性，它源于一位被放牧的可怜人，我让他得到了解脱，并承诺将他的特性送还黑夜教会。东拜朗。刚预备参加早晨会议的伦纳德突然看见那剃着4个金发红颜脑袋的天使级信使出现于自己面前，对此已然麻木的他接过来信，拆开看了一眼，有点愕然，里面竟装着一件如同璀璨夜幕的物品。这是伦纳德隐约有点明白那件物品究竟是什么，忙展开信纸阅读了一遍。20多秒后，他缓慢叹了口气，无声自语道：“果然是非凡特性。克莱恩对教会，对职业者还是很友善的。”他颇感欣慰，拿出了2条有环节，已死去的透明小虫，直接利用那个信封装好，再次召唤出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交给了对方，并附带1枚金币。做完这件事情，伦纳德松了松衬衣最上方的扣子，走出房门，前往地底。路上，他遇到了戴利西蒙尼，还是通灵者打扮的戴利看着前方，非常自然就问道：“有什么新的线索？”疑似猎人途径的恶灵伦纳德默然了2秒，最终选择在这件事情上不做隐瞒。戴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思索着说道：“那很可能具备挑衅的本能，会主动在途中给我们留下线索，当然，这也许包含一定的误导。”咚咚咚，幽兰复仇者号船长室的房门被人敲响，进来阿尔杰放下手中的黄铜6分仪，沉声说道。一位水手打开大门，回头看了一眼，在多位同伴的催促下，
犹犹豫豫的进了房间，握右拳击左胸，行了一礼，风暴在上。等到阿尔杰做出回应，他舔着脸，堆出笑容道：船长，最近不少海盗还有商船的水手都说，在班西港废墟里翻找出了一些值钱的物品，甚至有黄金。我们最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大家想着要不顺路再去趟班西，那样一个繁华的港口，即使被搜查了多遍，应该也还有许多东西残留。阿尔杰没有表情听完，沉吟了好几秒道：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这样吧，我们往班西港方向航行，但不预设目的，如果途中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就在那里逗留一天。好的，船长那名水手兴奋的再次握右拳击左胸道：风暴与你同在，风暴与你同在。阿尔杰目送手下离开，关上了房门。他随即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既不喜悦也不愤怒的到了卑列朗奇，慢慢品了起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其实都在他预料之中，因为有人在班西港废墟里找出值钱物品的消息，就是他乔装改扮后散布出去的。作为风暴教会的船长，他时刻都受到水手们的监督，在已经去过一次班西的情况，再次提议前往，很容易被人怀疑。所以阿尔杰决定让船员们自己要求，那样一来，即使在班西港发现了些什么，遭遇了点什么，也不会有人怀疑他这个船长。而对水手们来说，尤其是刚刚在拜亚姆挥霍完金钱的水手们来说，什么传言最具诱惑力，什么消息最能让他们心动，阿尔杰非常清楚。另外，幽兰复仇者号在拜亚姆也停留得足够久了，再不离开，同样可疑。至于监控工匠夏尔夫的事情，自然是交给隐者加德利亚受极工会调查的影响。这位海盗将军和他的未来号最近一段时间内都将在罗斯德海域徘徊，这里据说有摩斯苦修会一个重要据点。喝完烈酒，阿尔杰放下杯子，望向窗外起伏的大海，低声吐出了一个单词：班西。考虑到已是6月下旬，威尔昂塞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生，克莱恩休整了一下后，就去灰雾之上将无线电收报机带到了现实世界，并告诫自己最多只能问2个问题。忽然阴暗森冷的房间内，无人操作的收报机自行发出了哒哒哒的声音。第204章不想错过。伴随着哒哒哒的声音，一截虚幻的白纸从无线电收报机里吐了出来，上面用鲁文文写道：至高的、伟大的、永恒的主人，您渺小的、卑微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因您召唤而来。您知道吗？艾伦克瑞斯医生家的孩子前晚已经出生了，还好我及时联络了魔镜。克莱恩轻轻颔首道。现在知道了哒哒哒，那截虚幻的白纸吐出了更多。根据对等原则，轮到您提问了。克莱恩本想问一问因斯赞格威尔008和那个红天使恶灵的事情，可想到自己在灰雾之上都占卜失败，魔镜阿罗德斯肯定也看不清楚，最多能提供008更为详细的资料。而这样一来，在没有灰雾屏蔽的情况下，自己等于真正的知道了008，也就相应会被对方知晓，不利于藏在幕后导演戏剧。他思索了2秒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快的消化魔药，更好的扮演虚幻的白纸上，几个黑色的单词被哒哒哒打了出来。看到魔镜的回答，克莱恩先是沉默，旋即缓慢的吐了口气。对目前的他来说，因斯赞格威尔出现的太早了，他还有差不多2个月才能消化掉密偶大师魔药，到时候早已集齐材料的他完全能以复仇为主题，导演一场对因斯赞格威尔这半神的谋杀，将序列晋升与了却心愿放在一起，再不需要考虑退路。然而因斯赞格威尔不会在他一切准备就绪后才登场，不会遵照他预定的流程行动。按照克莱恩最早的想法，应该是先搜集情报，掌握行踪，等到8月底9月初，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划。后来发现这太不符合实际，因斯赞格威尔只长着0:8这件可怕的封印物，如果不是遭恶灵附身，根本不会暴露行藏。如果不能利用他这段时间状态方面的问题，等他驱除了体内的恶灵，很可能找都找不到他，总是会因为各种巧合错过。而且若真是那红天使恶灵，克莱恩还担心自己和伦纳德展开复仇行动之前，因斯赞格威尔就已经莫名其妙死去，因某个阴谋或可笑的缘由，而非他做过的坏事。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克莱恩试图更快的消化魔药，希望能在1-2周内完成。可魔镜阿罗德斯的回答让他一阵沮丧，也明白了这种事情没办法强求。这么短短半个月，甚至可能只有几天，他哪里还能创造出更好的扮演机会？
刚才的沉默里，克莱恩已然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不把两件事情强行绑定在一起。从现在开始，在有成功率的前提下，以向因斯赞格威尔复仇为主导。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虽然距离停根市黑金级安保公司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才10个月左右，不到1年，但克莱恩却觉得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久到他不愿意再等待。瞄了眼那台很是阴森的无线电收报机，克莱恩想了想，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沉着嗓音开口问道：我之前用赢家密偶看了自己，明白了命运途径的非凡者面对我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现在，我想问一问你，你从我身上看见了什么？这句话宛若惊雷，回荡在了房间内，那台无线电收报机陡然失去动静。隔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响起哒哒哒的声音。一截黑色的虚幻纸张被吐出，上面是一个个煞白的单词。我从您身上看见了支柱、支配。这样的回答，您还满意吗？支柱、支配，这什么意思？克莱恩本想追问，可又觉得阿罗德斯多半不会讲得明明白白，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知识。眼见再下去就会被欲望母树找过来，他点了下头道：还行，今天就这样，你回去吧。无线电收报机哒哒哒的声音一下变得轻快，就连吐出的纸张也变回了白色。好的，伟大的主人，再见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随时等待着为您效劳。这一次，魔镜似乎忘记了配一个挥手的简笔画。跑得还挺快嘛。克莱恩咕哝了一句，当即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告知隐者加德利亚，他需要的神话生物血液已经预备好，请尽快给予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没过多久，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就布置仪式，将一件物品献祭给了愚者，并请这位伟大存在将那东西转交世界，并告知他，办法就是催动那件物品，从历史之中，从过去的自己处短暂借来一部分力量。这听起来很耳熟啊，很像占卜家途径序列3古代学者的能力。愚者克莱恩听得一愣一愣，随手就拿起了隐者女士献祭上来的那件物品。这形如一根手杖的杖头，上面镶嵌着一枚枚长条形的透明宝石，会刻着一个又一个复杂神秘、立体难描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克莱恩辨认出了其中2个，一个是不完整的梧桐之眼，一个是不完整的扭曲之线。难道真是指向序列0愚者的物品？可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这杖头给我的感觉也很熟悉，很像小太阳曾经祈祷过的那个水晶球。它难道也对应着一颗深红星辰？克莱恩表情颇有点古怪的望向古老宫殿之外，只见无垠灰雾中，那一颗颗虚幻星辰静静悬挂，毫无异常。想到类似物品都是一次性的，如同符咒，他放弃了实验的想法，只是从杂物堆里招来实体纸张，将杖头复杂异常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认真抄录了下来。鲁恩王国，贝克兰德，艾伦医生家，一位侍女守在主卧室内，照看着正熟睡的婴儿。楼下大厅中，一场宾客众多的宴会已到中段。忽然，角落里3道人影飞快勾勒了出来。为首者戴丝绸礼帽，穿黑色正装，是未做任何伪装的克莱恩·莫雷蒂。他随即掏出一枚符咒，低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绯红。暗红色的火焰一闪而逝，轻微的爆裂声中，安柔静谧的力量荡漾了开来。那位侍女一下就止不住睡意，趴在床边陷入沉眠。克莱恩让2个密偶立在原地，自己走到了婴儿小床旁，将目光投向了里面。那是一个裹着银色丝绸的小孩，皮肤很白，手上肉多，竟有一节一节之感。这婴儿一点也不怕陌生人，吸着手指，瞪着眼睛，就那样与克莱恩对视。可克莱恩不自觉露出了笑容，摘帽行礼道：恭喜您出生，你这句话应该对我父母说。那婴儿拔出手指，用不符合目前年龄的清亮嗓音道。克莱恩呵呵笑了一声，没与命运之蛇纠缠这毫无意义的话题，直截了当的说道：我带来了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您可以把脐带血给我一滴了。威尔昂塞汀摊开肉乎乎的手掌道：先给我看一下，您怎么知道那办法是物品？克莱恩不觉诧异，却颇为好奇的问道。威尔昂塞汀哼了一声，命运的直觉和没说一样。克莱恩将背在身后的杖头拿到前方，递了过去。婴儿吃力握住，瞄了2眼，拔高嗓音道：这只能用一次。是，只能一次，
有问题吗？克莱恩斟酌着说道，以您的位格和能力，完全可以复刻上面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准备相应的材料，举行正确的仪式，这不就能多次使用了吗？威尔昂塞汀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语，好，我接受，记住，刚才那些话是你自己说的。克莱恩一时有点懵，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隐约有种明明是自己过来占便宜，怎么反倒被小婴儿占了便宜的感觉。是，我说的。他最终吸了口气，诚恳点头道。婴儿肉肉的脸上一下露出了笑容，将另一只手摊开道，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共2滴，一滴是用来交易的物品，一滴是你促成交易的报酬，还有报酬。克莱恩一阵惊喜，连忙望向了威尔昂塞汀的手掌，那里共有2滴银色的血液，每一滴中都仿佛有无数微小的、超然的、虚幻的圆轮在转动，它们连成了一条长带，首尾近乎相接。仅是这么看了一眼，克莱恩就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觉所有念头都在重复呈现。他忙摇了下脑袋，拿出放阿兹克铜哨的铁质卷烟盒，将那2滴明显封印过、处理过的命运之蛇血液装了进去。感谢您的慷慨，克莱恩诚心诚意地说了一句，转而问道，这可以用来制作符咒吗？小婴儿又吸了下手指道，当然可以，具体会刻的符号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自己随意选一部分组合，能出来什么效果，全看你的运气。克莱恩点了点头，再次问道，那向谁祈求呢？您应该暂时没法响应这种较高等级的仪式，向乌洛留斯祈求又等于挑衅，难道只向命运途径虚列尔的天使？可我不知道尊名啊。威尔昂塞汀顿时咧嘴笑道，有个更方便的。谁？克莱恩欣喜追问。小婴儿笑嘻嘻的回答道，恶难与恐惧的女皇第205章数天后。恶难与恐惧的女皇，这不就是女神吗？也是，恶难包含厄运，是命运的一部分，女神有相应的权柄，自然可以做出回应。威尔昂塞汀给这个建议，不就说明在他眼中，我一直疑似黑夜的眷者，而自己毫无所觉，就和上次回答怎么弄到占卜家途径高序列魔药配方一样。经过圣塞摩尔教堂之事，他应该更确定了。克莱恩先是一怔，旋即恍然，他似自言自语般说道，如果是向女神祈求，那不管我怎么挑选象征符号，最后成品的效果应该都会偏向厄运领域，这是常识。裹着银色丝绸的小婴儿嚷嚷道。得到确认的克莱恩心中笃定了一些，转而笑道，您现在还叫威尔昂塞汀吗？他很好奇对方出生以后会不会换一个名字。你要是喜欢，也可以继续这么认为，不过我的全名已经变成了威尔克瑞斯。小婴儿一点也不在意的回答道。克莱恩想了想，试探着又问道，如果我想对付0到8分的持有者，您有什么建议？我不是想了解0到8分的资料，只是希望知道您有没有建议。肉肉的婴儿就那样看着他，嘴巴突然咧开，发出了响亮的哭声。哇！克莱恩嘴角微动，眼见女仆即将醒来，遂退后几步，带着2个密偶消失在了房间里。罗斯德海域停靠于拜亚姆反抗军司港的未来号上，正举行仪式的新知上将加德利亚看见烛火形成的虚幻大门内飞出了一滴银色的血液，他只是瞄了一下，就忙闭上了眼睛，哪怕自身已戴上沉重的眼镜。这一刻，他脑海内仿佛有一个又一个超然神秘的圆轮在转动，连成了一条首尾相接的银色巨蛇，这让他不断重复起刚才的念头，连续感谢了愚者先生12次才恢复正常。果然是命运领域的神话生物血液，而且位格比普通的天使高。加德利亚欣喜地结束掉仪式，拿出早已预备好的器皿，将那滴银色血液装了进去。从神秘女王那里掌握了一些怪物途径事情，从愚者先生那里知晓了命运天使乌洛留斯存在的他，很快就对这滴血液的主人有了一定的猜测，或许是生命学派那位，也或许还有别的序列一天使。不管怎么样，愚者先生能于现实世界动用的天使数量至少是2位，再加上那位难以确定的古代邪物，除了封印物方面较差，信奉愚者先生的势力已足以与正神教会媲美，即使是要素黎明和摩斯苦修会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不愧是复苏的古神。愈发敬畏的加德利亚吸了口气，转而思考起自己的事情。他另外的准备很是顺利，如果没有意外，再等1个多月，他就能尝试晋升序列4，获得神性了。高空黑沉沉一片，时不时有银白的闪电划过，照亮了荒芜死寂的平原与蜿蜒无水的河流。而在平原中央，
河流绕了半圈的地方，黑色的轮廓隐隐绰绰，层层叠叠，俨然便是一座没有生气的城市。经过好些天的跋涉，白银城6人议事团首席猎魔者克林伊利亚特率领的探索小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诺斯城。这支小队人数并不多，除了科林，只有4位队员，分别是6人议事团长老牧羊人洛威亚、2位序列5的守护者里格和古纳路恩，以及序列6的公证人戴里克伯格。整体实力可以说不比完整的探索小队弱，甚至强了不少。按照克林伊利亚特的说法，这是因为诺斯城怪物众多，非常危险，变形者更是善于伪装，喜欢利用信任，所以探索小队人少比人多好。而既然人少，实力配置毫无疑问的更高。看了看前方弥漫着淡淡雾气，连闪电都无法照亮的城市，猎魔者科林取下背负的2把直剑，不慌不忙丝毫不乱地为一把涂抹上银灰色的油膏，为另一把浇上金黄色的液体。他旋即将2把直剑都插在了面前，从腰间皮带的暗格里取出3个金属小瓶，拔掉塞子，咕噜喝掉了里面的药剂。与此同时，里格和古纳路恩也分别做起了战前的准备，戴里克伯格则一手提锤，一手张开，庄重严肃地用巨人语低沉说道：神说有效。无声无息间，科林伊利亚特等人只觉刚才喝下的药剂制造的晨曦、涂抹的油膏都一下强大了几分。紧接着，一圈蕴含着温暖的光环荡开，为整支探索小队带来了勇气和力量。等到戴里克用神圣誓约为自身增加了敏捷后，科林瞄了眼提着兽皮灯笼沉浸旁观般的洛威亚，转头指向10几米外的诺斯城外围区域，对身高又长了一点的大男孩道：用你的能力照亮前面的街道。说完之后，他环顾一圈，补充道：一旦进入诺斯城，绝对不能分开。我之前几天已经给你们介绍过里面较为活跃的来自黑暗深处的怪物具体有哪些，你们应该很清楚，分开这种行为绝对会被变形者利用。古纳路恩是位长相清秀、身高2米45的女性战士，闻言思索着说道：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利用这点，反过来狩猎变形者？最好不要这么做，危险程度实在太高了，而且很容易误杀队友，或者永远的迷失在诺斯城。头发花白凌乱的科林伊利亚特郑重告诫道。戴里克望着前方被淡淡迷雾笼罩着，没有一点声音传出的死寂城市，下意识问道：首席阁下，这座城市曾经也属于巨人王庭吗？是的，不过他和另一位古神统治的国度离得很近。猎魔者科林很有耐心地回答道。提着2根铁黑棍棒，身高也达到了2米40多的里格略感好奇地追问道：是哪位古神？魔狼之王、毁灭者、弗雷格拉这样啊？戴里克记下了首席的介绍，上前一步，伸出了双臂，纯粹灿烂的阳光陡然从他身上迸射而出，照亮了或坍塌或腐朽的建筑，照亮了铺着灰白石板的街道，照亮了安静到极点的城市边缘。街道之上，一道道人影出现在了戴里克等人眼中，有的套着亚麻似长袍，有的身穿兽皮衣服，像是正在来往忙碌。感受到阳光的照耀，他们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同时转过了脑袋，齐齐望向白银城探索小队。夜晚的班西港时不时有乌鸦或是其他鸟类的叫声传出，衬托的整片废墟愈发阴森死寂，就连海浪的声音都无法冲散这种感觉。作为风暴之主的信徒，作为幽兰复仇者号的船员，水手们胆子都不小，尤其想到坍塌的建筑里也许还埋藏着黄金等值钱事物，更是心头火热，没有一点恐惧。刚一抵达这里，就纷纷下船。2、3人一组展开了搜索，阿尔杰没与他们一起，自顾自行于废墟之中，寻找班西港被摧毁后才出现的痕迹。走着走着，手戴精神之鞭戒指，腰挎剧毒之刃的他来到了一座墙壁4分5裂、大门只剩几块焦黑木头的坍塌建筑前。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里原本应该是班西港的电报局。阿尔杰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靠拢过去略作审视。他随即看见那片断木残石之中有个较空白的区域，地表一片焦黑，映着2道血红色的影子，就仿佛那里曾经躺着2个被活生生碾压成了肉酱的人。而事情明明已过去了那么久，那2道血红依旧鲜艳，似乎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阿尔杰额角跳了一下，觉得自己隐约能想象出班西港被毁灭前的协议了。他目光一扫间，忽然看见那2道血色影子的旁边，月光难以照到的地方，
有一幅会刻于残壁上的图画，那图画很是简陋，甚至没有上色，主体是一个身穿盔甲、长着章鱼头、手持三叉戟的怪物，它同时还身缠闪电，脚踏波浪，背后是鸟类羽毛组成的披风。阿尔杰的瞳孔猛然放大，心中瞬间有狂风巨浪涌起。他认得那图中的怪物代表什么，因为太阳曾经展示过，这是救赎蔷薇对风暴之主形象的扭曲。而这幅图画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曾经有救赎蔷薇的成员来到班西港，并且是在建筑物坍塌之后，否则那壁画不可能没一点损坏。刚好布满一堵异常残缺的墙壁，这应该就是世界让我来班西港寻找的痕迹。他在追查救赎蔷薇这个隐秘组织。阿尔杰无声自语，抬起了右手。他原本打算直接毁掉那幅图画，可想了想，又收回了手臂，绕过原班西港电报局废墟，什么都没发现一样走向别的地方。